大家好，我是山小妮儿。秋天是属于苹果的季节，今天来做一个天然酵种苹果巴布卡面包，有一点蛋糕的感觉，但又没有那么甜腻。焦糖苹果馅儿吃起来特别过瘾，很想分享给大家。先来做酵头，今天做的这个面包是一款甜面包，蛋、奶、油都很足，所以我们做的酵头也比较特殊一点，用牛奶外加一点糖来喂养，而且把它做成固体酵种。按照这样的方式做出来的甜面包，我感觉几乎尝不到任何酸味儿，同时面团发酵的力量也非常强。我通常是前一天晚上制作酵头，如果你的室温非常高，也可以调整比例和时间，或者放入冰箱，这个都是很灵活的。然后我们来做一份焦糖苹果馅儿。不同品种的苹果在硬度和口味上相差还是挺大的，比如用富士苹果或者甜脆苹果来做的话，很快就煮软了。我这次用的是安慰这个品种，非常香，但是相对比较硬。总之最后就是需要煮到水分基本上蒸发了才好，因为是把它放到面团里，不想要太多的水分。红糖、黄油、一点盐，还有香草精混合在一起，放到锅子里煮到融化，然后加入切成小块的苹果丁，炒到苹果变软，可以加1到2杯的苹果汁。此时也有2种选择，可以用机器把它打成更细腻的泥状，我今天就完全没有捣碎，看看效果会怎么样。酵头和苹果馅儿都尽量提前做好。现在我们来做煮面团，详细配方我会写到说明栏里。看一下酵头已经发得非常好了。混合除了黄油以外的其他食材，用除湿机低速搅拌成团，然后可以静置20到30分钟，再来揉面。揉到粗膜以后，加入黄油，打到什么程度呢？拉开还是比较结实的薄膜，破洞周围如果还有一些锯齿也没关系。整理好面团，放入发酵盆进行1发。根据面团的情况，在1发的过程中，我会做1到2次的折叠。1发我是用了80华氏度、27摄氏度发了大约3到4个小时，发到1.5倍左右就可以了，然后放入冰箱继续冷藏发酵。第2天取出面团，此时的面团因为温度比较低，相对来说也比较硬，直接擀平。然后把苹果馅平铺在面片上。那我可以帮你忙吗 ？Can I help you？ 对，然后这边上还少点，是吧？对。这时候可以在面片上撒一些肉桂粉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或者等一会儿入模以后再撒。那我可以来吗？等会儿，我把这边上我来。卷。好的。卷好以后放入冰箱冷冻10分钟左右，更容易切。这时候把模具垫上一张烘焙纸，烤好以后更容易把面包取出来。现在从中间把面团切开，然后切面朝上拧成麻花状。这时候感觉太贪心了，苹果馅放得快溢出来了。
然后放入模具，继续2发，剩下的就是等待。发到快到模具的边缘以后，就预热烤箱。我是用400华氏度、200摄氏度烤了约40分钟。烤箱的温度和时间需要根据自己的烤箱情况来调整。另外就是要根据上色的情况及时覆盖锡纸。这期间可以做一份简单的糖水，50克水加50克糖，煮到融化以后放在一边。面包出炉啦，现在可以浇上糖水，稍微过一会儿从模具中取出面包。这个我就没有浇糖水，切开来看一下吧。哇，超过瘾呢！这可是3个苹果啊！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吃着面包不掉苹果？谢谢观看，下次见。